妻子有一個從不讓我碰的箱子，我生病急需用錢，我在箱子裡沒有找到存摺，卻翻出滿滿一盒豔照，每張都是不同體位。結婚30年，他們年年偷情，都有新花樣。盒子下壓着厚厚一疊匯款單，其中加了張孕檢單，孕檢單上寫着一行字：孩子沒了，我得好好補償他。每一張匯款單都是他對初戀的補償，用的卻是我的工資和退休金。大家好，開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內容。不好意思啊，老爺子，這張卡確實是1分錢都沒有了。護士的話像是一記重錘，砸得我耳鳴陣陣。我嗫嚅着，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許久未曾感受到的窘迫壓得我喘不過氣起來。坐在醫院的椅子上，我低着頭，一遍又一遍回憶。我難道真的是人老記不住事了？真的用過裡面的錢？可無論我怎麼想，我都未曾用過裡面的錢。而只有我和妻子知道工資卡的密碼。踌躇片刻，我再也忍耐不住，快步離開回家尋找存摺。到家的時候，屋內空空蕩蕩的，妻子並不在家。我翻箱倒櫃一圈後，始終沒有找到那本存摺。我不禁懷疑是不是陳芳婷故意藏起來了。環顧一圈後，我的視線定在了她從不讓我觸碰的箱子上。箱子被密碼鎖着，我試了幾次，最後用我們的結婚紀念日打開了。我沒有在裡面找到存摺，反而找到了一疊厚厚的匯款單。每一張匯款單上都貼着一張照片，每張照片上都只有2個人：陳芳婷和她的初戀顧星。照片上2人身形曖昧，我甚至不敢細看。我神情有些恍惚，逼着自己看完了這些匯款單，一遍又一遍。以前是我的1半工資，退休後是我的退休金，30多年，年年如此。在我未曾察覺的時候，他把自己的初戀養得很好，而我卻省吃儉用，為了給陳芳婷足夠好的生活。而這些匯款單中，居然還夾雜着一張孕檢單。檢查的時間是在我們結婚後，她居然懷上了初戀的孩子，而我根本不知道。到最後，我甚至是有些自虐般仔細查看着這些照片。結婚30年，我和陳芳婷都沒有一張合照，就連婚紗照，她都不願意和我拍。我還記得當時她嗔怒的模樣。你都和我結婚了，為什麼還要浪費錢拍那些照片？好好過日子就行了。當時我是真的以為陳芳婷是想要和我好好過日子，心疼花錢。直到我看到了第1張匯款單，那張匯款單已經有些泛黃，旁邊附帶的是一張婚紗照，陳芳婷一襲婚紗，挽着西裝革履的顧星，笑得更加真心。我摩挲着有些翻卷的照片，上面寫着：給了星哥創業基金，他一定會成功的。匯款單上的日期是我們結婚當天，匯款錢數正好是我給陳芳婷的彩禮。他就這樣輕飄飄把我們家付出很大代價才湊齊的彩禮，給了自己的初戀，當作是創業基金。到現在，我才終於明白，為什麼當年陳芳婷就是要這麼多錢，不然不嫁給我。陳父陳母也勸過她很多次，她就是咬定不鬆口。原來是為了給顧星鋪路，用我們一家的骨血。結婚前1天，我還沒有湊齊彩禮，是母親一夜未歸，帶回了足夠補齊的錢。婚後沒多久，母親就去世了。我才知道，原來他為了湊齊這筆錢，偷偷去賣血，把身體都抽到虧空。回過神的時候，我皺着眉，淚水劃過臉上的歲月，打濕了手上的匯款單。我呆愣着抬頭，從正對的鏡子裡看到了自己狼狽的面容。歲月毫不留情，在我臉上留下痕跡，
有些佝僂的被西裝裹着，顯得愈加可笑。今天正是我和妻子的結婚紀念日，我特意去買的新西裝依舊鮮亮，是為了和妻子拍結婚照，完成這30多年的願望。只不過現在，我忽然就喪失了興趣，只想遠遠離開。合上匯款單的時候，有一頁從裡面掉了下來，日期是我母親的忌日。那天，陳芳婷和我說自己生病住院，並未曾出席母親的葬禮。可匯款單上的照片，分明是她和顧星一起看馬戲表演。顧星挽着陳芳婷，兩人都笑得明媚四溢。我忽然就笑了，只不過是慘笑，止不住地想，如果我沒有選擇和陳芳婷結婚，那麼結局會不會不一樣？母親是不是就不會出事？我是不是就不會遭遇背叛？咔嗒，房門被打開的聲音打斷了我的思緒。陳芳婷帶笑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回憶。那可是我精心挑選的手錶，那才配得上你的身份。陳芳婷剛進門，就發現了我手上拿着的匯款單，她蹙着眉，眉眼冒火，直接衝過來奪走了我手上的匯款單。誰讓你不經我同意就打開箱子的？我就知道你這種沒文化的人就喜歡做這種小偷小摸的事情。他像是被踩到尾巴的貓，顯得怒不可遏。我怔怔看着陳芳婷，她絲毫不像是50多歲的人，皮膚白皙，臉上只有幾道不明顯的細紋，而我顯得頹然不堪。幾十年的任勞任怨，早已讓我看不出當年俊秀的模樣。顧星站在陳芳婷身邊，身上是定制好的西裝，朝我故意露出價值不菲的腕表。他早早就已經創業成功，如今意氣風發，顯得我愈加窘迫。芳婷，別生氣了，你們都老夫老妻了，沒必要為了這些事吵鬧。陳芳婷恨恨看我一眼，砰一聲關上了箱子，滿眼嫌惡。真是不知道我當年為什麼會看上你。顧星現在事業有成，哪點不比你好？你能和我結婚，是你修來的福分，還不知道珍惜。我壓不住喉嚨間的嗤笑，冷冷看着陳芳婷。她似乎已經忘記了，顧星當年也是個窮小子，是他一直趴在我身上吸血，才讓顧星有了創業基金，變成了如今光耀的模樣。顧星挽着陳芳婷的腰，比我看起來更像是她的丈夫。我的生日宴馬上就要開始了，我還等着你去當我的女伴呢。聽到顧星的話，陳芳婷這才熄了怒火，轉身準備離開。我喉間一陣腥甜，居然直接吐出血來，扶着一旁的桌子才勉強維持身形。陳芳婷尖叫一聲，並沒有關心我，而是拽着顧星朝後躲。杜秋柏，你他媽瘋了嗎？他不斷用紙擦拭着顧星西裝上的血污，厲聲斥責我，西裝都弄髒了，你讓顧總怎麼參加生日宴，非要在客人面前丟臉，我看你真是昏了頭了。這時候，兒子開門進來，先一步看到了身上帶血的杜秋柏，慌了神。杜總，你生病了嗎？要不要去醫院？直到看到是我吐血後，他臉上的慌張變成淡淡的嫌棄，那嫌棄像是尖針，扎得我眼圈泛紅，快要呼吸不過來。陳芳婷翻了遍我的衣櫃，發現沒有一件能夠穿得出去的衣服。最後，他看上了我身上的西裝，強行逼着我脫下來。你就是個打工的，穿這麼好衣服幹什麼？就連一旁的兒子也在勸我主動脫下來。他看了眼手錶，悶聲說：“爸媽說的也沒錯，你就脫下來吧，生日宴快開始了。”見我遲遲沒有動作，他皺眉看我一眼，脫下身上的西裝遞給顧星，最後以身材不符作罷。我並不感覺生氣，只感覺哀傷。面前三人反而更像是一家人，我才是那個意外插入的局外人。我靜靜看着面前三人，
主動脫下身上的西裝，勉強維持住了自己岌岌可危的自尊。兒子忙不迭接過我手上的西裝，主動給顧星換上。換好衣服後，他主動開門，殷切道：“顧總，車在樓下，我特地回來接你們過去。”顧星笑着點點頭，牽着陳芳婷的手離開。他甚至都沒有回頭看我一眼，就仿佛看不到我嘴角尚未乾涸的血跡。兒子長嘆口氣，看着我的眼神為難：“爸，你也知道我在顧總手下工作，不要讓我為難好不好？”他勸我一同去生日宴上，主動和顧星道歉。我沒有同意。我恍惚看着他臨走的背影，心裡又苦又澀。回過神，我注意到了他隨手放在一旁的西裝，心裡一緊。剛剛兒子出去的匆忙，忘記帶走西裝，在生日宴上肯定要鬧出笑話。我不願意讓兒子承受和我一樣的難堪，拿起西裝，開車去往生日宴所在的酒店。剛進宴會廳，正在和人敬酒的兒子就看到了我，他以為我是來道歉的，拉着我就去找顧星，一邊走一邊埋怨我說：“老頭子非要較什麼勁，早點服軟，我接你過來不好嗎？杜總是我媽初戀，要在一起早就在一起了，哪還輪得到你？”我再也忍耐不住，甩開了他的手，冷眼看他：“我是來給你送衣服的，不是來和顧星道歉的。”他知道我的来意後，反而笑出了聲，朝着被圍在人群中間的顧星昂昂頭：“你以為大家真的是看衣服？真正有錢有勢的人，即便穿着你買的廉價西裝，依舊受人追捧。我們離人群的距離並不遠，能夠聽到他們的談話聲。這就是顧夫人吧？果然是郎才女貌，伉儷情深。聽說顧總剛創業的時候，就是顧夫人一直在背後支持，才有了今天這麼龐大的企業。”陳芳婷身着高定旗袍，堂而皇之地接受了夫人的稱呼。她神情交金，嘴角的笑意是怎麼都壓抑不住。我再也維持不住表面上的平靜，丟下西服就轉身離開。走到酒店外，我猶豫片刻，撥通了我以為此生都不會撥打的號碼。“喂，是尹玉律師嗎？我想要諮詢一下關於離婚的問題。”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深夜，我本想在電話裡和陳芳婷說離婚，可想來想去，最後還是決定面對面說。剛打開房間的門，我就被坐在床邊的人影嚇了一跳。陳芳婷手上拿着我的病歷單，臉上的神情晦暗難明。“你生病了？”我沉默着點頭。陳芳婷站起身，握住了我的手，一改往日的強硬態度，柔聲和我解釋：“之前我和顧星不過是逢場作戲，你也知道，兒子處在升職的關鍵階段，顧星是公司老總，有他在，兒子能獲得更好的資源。”說罷，他抿了抿唇，向我透露了消息：“我知道你還因為工資卡裡的錢被我轉走生氣，但我拿那些錢都是去投資了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是為了我們的小家好。”我怔怔看着態度柔和的陳芳婷，猶豫着是否要相信他，一眼又一眼。我似乎已經在他的臉上看不到往昔愛人的痕跡，可他確實是在發現我生病後，似乎有了回心轉意的跡象。我忽然想起母親臨死前的囑託，她讓我和陳芳婷好好過日子。見我踌躇，她主動說：“今天錯過了我們的結婚紀念日，過幾天我給你補上。”這是結婚30多年來，她第一次主動說要帶我出去吃飯。我以為這是我們之間的破冰信號，高興異常。時間很快就到了約定好的那天。臨走前，我視線在那鎖着的箱子上停留一瞬，內心的喜悅漸漸平息。這樣對嗎？我把我的一生繫附在陳芳婷身上，真的是對的嗎？我提前赴約，
走到陳芳婷訂好的包間時，卻聽到了熟悉的男聲：“是顧星，你當時為什麼一定執意要抽這麼多血？你就不怕杜秋柏知道？”陳芳婷不以為意，淡淡回答說：“還不是為了給你湊齊創業基金？誰知道他身體怎麼不好？更何況他看到了我們在一塊，要是說出去怎麼辦？”我愣在原地，遍體生寒，心跳如同擂鼓。原來這麼多年，我一直和殺我母親的兇手同床共枕，甚至想要一起度過一生。可母親讓我和他好好在一起，他似乎並不知道陳芳婷和顧星出軌的事情。沒過多久，我主動收拾好了情緒，推門而入。陳芳婷拉着我，讓我和顧星敬酒，賠個不是。我頭一次拒絕了他的要求。陳芳婷一改之前的柔聲蜜語，直接將桌上的酒杯朝我砸了過來，怒斥道：“杜秋柏，你在這裡裝什麼清高？你是不是故意為了氣我，不給我面子？”他表現得怒不可遏，就好像我不敬酒就是做了什麼天怨人怨的惡事。碎裂飛濺的杯盞在我手上留下一道血痕。再抬頭，我默然看着他，給自己倒了一杯酒。他似乎已經忘記了，即便是我們結婚那天，我依舊是滴酒未沾。30多年了，酒到陳芳婷已經忘記我對酒精過敏。我站起身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，接着看向滿意點頭的陳芳婷，沉聲說：“我們離婚吧，我成全你和顧星。”醒來的時候，我先看到的是醫院純白的天花板，胃裡是翻江倒海的燒灼。我壓抑不住倒吸了口涼氣。陳芳婷守在我的床邊，看到我醒來，她神色帶着歉意：“老杜，你說你也是太激動了，不就是一個道歉嗎？”她輕輕嘆了口氣，眼裡閃過一絲為難。這件事確實是我不對，顧總也說了，這次就不和你計較了。陳芳婷指了指病床櫃上的2瓶茅台，炫耀道：“人家還主動關心你，說是給你的補償。”聽到他的道歉，我反而笑了。我們結婚30年，這是他第一次主動在我面前低頭。我甚至都能夠猜到他心裡的想法，無非是自己主動低頭，在陳芳婷看來，已經給足了我面子。我視線從那2瓶茅台上收回，只覺得結婚的這麼多年像是個笑話。我們離婚吧。我說真的，我不相信你看不出來，顧星就是故意折辱我。我酒精過敏住院，他給我送來2瓶茅台，到底是什麼意思？聽到我執意要求離婚，陳芳婷頓時變了臉色，她蹙着眉，連拍幾下桌子：“你不要不知好歹，你多大個人了，非要和我鬧是不是？那2瓶茅台價值不菲，難道就非得是用來給你喝的？”我心裡冷笑，剛想反駁，就看到兒子推門而入，他手裡拿着一籃水果，對着我長吁短嘆：“爸，你就別鬧了，你都這麼大歲數了，怎麼還和小年輕一樣為這些情情愛愛生氣？情情愛愛。”我定定看着兒子，又想到了在那個箱子裡看到的匯款單，回憶漸漸浮現。我苦澀一笑，將那些過往細數道出。你知道嗎？其實當年家裡完全有錢供你出國讀書，只不過是你媽把錢都匯給了顧星，才讓你錯失了深造的機會。兒子頓時慌了神，手上的果籃掉落在地，他緊緊盯着陳芳婷，聲音都有些顫抖：“媽，爸說的是真的嗎？那是我奮鬥3年才換來的機會，國外的頂尖學府啊！”兒子天資聰穎，早就自己構想好了未來的道路，只不過誰都沒有想到，他的道路居然斷在了自己母親手裡，就是因為他口中那些不用在乎的情情愛愛。房間內只剩下沉默，陳芳婷不敢和兒子對視，眼裡滿是心虛。兒子眼圈泛紅，明白了這一切都是事實，
他深深看了陳芳婷一眼，把果篮放到一旁，和我說：“爸，保重身體，我過幾天來看你。”砰！病房門被他甩上，陳芳婷的憤怒徹底爆發，她怒不可遏，朝我尖叫道：“你為什麼一定要揭開這些陳年舊事？你知不知道我為你付出了多少？要不是我讓顧星幫忙，兒子就算出國留學回來，也不可能找到這麼好的工作。”他恨恨看着我，就仿佛我才是那個阻礙他們奔向美好未來的人。我嗤笑一聲，再也不願意和他在這裡詭辯。是啊，他為了那個孩子，怎麼會不幫你呢？翻閱那些匯款單的時候，我看到了那張已經有些泛黃的孕檢單。他懷過顧星的孩子，打掉後又覺得自己虧欠顧星，絲毫不覺得對我有愧。陳芳婷身上的囂張氣焰頓時凝固，她怔怔看着我，顫聲問：“你都知道了？你聽我解釋，我都已經打掉了那個孩子了，我和他之後是真的沒有關係的。”他越迫切向我證明，就顯得他心裡越是有鬼。說着說着，陳芳婷就這樣落下淚來，哭哭啼啼要我相信。我揉了揉脹痛的眉心，話還沒說出口，就又是一陣敲門聲。進門的人一身西裝，臉上帶着的些許歲月痕跡顯得他更為飒爽。看來我來的好像不是時候。陳芳婷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流淚，臨走前她悶聲說：“我之後再來找你，我是不會和你離婚的。”尹玉坐在我病床旁，從隨身的公文包裡拿出那些資料，箱子裡面的照片、匯款單、孕檢單全都被我拍了下來，如今作為離婚證據。陳芳婷婚內出軌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實了。你是真的準備要離婚了？我默然點頭，篤定說：“我不僅要離婚，我還要他們身敗名裂。”尹玉顯然是察覺到了我話語的恨意，他蹙着眉問我：“你真的要這樣魚死網破？為什麼？”之前和他打電話的時候，我就已經透露了我的計劃，只不過當時只是粗略說了一下。他來找我，就是商量具體細節。我看着尹玉的臉，恍惚一瞬，又想到了以前，尹玉和我算是青梅竹馬。他是個孤兒，從小吃百家飯長大，尤為受我母親喜歡。每次來我家吃飯，我母親都會給他的飯底下偷偷藏一個雞腿。就這樣，一直持續到他考上了大學之後，憑借自己努力，創辦了自己的律所。現在在律圈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律師。在我說完母親是被謀殺後，尹玉頓時變了神色，他緊握着我的手，我能夠感覺到他在顫抖。你說的是真的？得到我肯定的答復後，尹玉深呼吸幾下，才勉強控制住自己。他呆住了，眼角的細紋很快就浸潤了水汽。我答應你，我一定會幫你漂亮的打贏這場官司。只不過當年的事情已經過去太久了，那個醫生應該早就不在了。一連幾天，尹玉都帶着相關的資料來找我，和我商討具體的事宜，而陳芳婷一次都沒有和我聯繫，就像是沒有我這個丈夫一樣。我偶爾刷手機的時候，能夠在她的朋友圈看到和顧星的合照，她陪着顧星一起去海南度假，絲毫沒有當初在我病床旁悲傷的模樣。1周後，陳芳婷度假回來，才終於想到我還在住院。她來的時候，尹玉還在我床邊，正掀起我的衣服，幫我貼身後的膏藥。杜秋柏，我幾天不在，你就出軌別的女人了是不是？我早就聽說這騷蹄子天天來，果然一回來就被我撞到了。陳芳婷眼裡噴薄着怒火，急匆匆上前把尹玉扯開。她指着摔倒在地的尹玉，就像是抓到了我的把柄，神情得意。我當初看你來就覺得不對勁，還真是為老不尊，下件東西
朝着尹玉唾了一口後，陳芳婷轉過頭看我，又恢復了之前交金的模樣。好了，現在我們扯平了。扯平，我心中默念這兩個字，壓抑不住喉間的嗤笑。他居然會覺得出軌是一件可以扯平的事情？怎麼會扯平呢？你可是出軌了30多年，甚至都把第一次留給自己初戀了呀！我說的聲音很大，就連路過的護士都紛紛側目。陳芳婷被我氣得渾身顫抖，卻又沒有辦法回對我。我拿起面前已經擬定好的離婚協議，遞給陳芳婷說：“你來得正好，尹律師已經擬定好了離婚協議，我已經簽好了。”陳芳婷不敢置信看着已經站起來的尹玉，又看了看我。離婚協議？你瘋了嗎？還真的想要和我離婚？我們結婚30年，我就犯了這一次錯，你難道就不能原諒我嗎？他想要挽我的手，被我躲開，實在可笑，又讓我覺得可悲。當我困頓在這場婚姻的時候，背負着血債的陳芳婷就這樣輕飄飄享受人生。恍惚間，我親手剪短了他手中綁着我的線絲，突如其來的刺痛讓我看向右手，掉針回血了。我低聲喃喃：“我母親當年被抽血的時候也是這樣痛嗎？”陳芳婷有些慌張，朝後退了一步，但又覺得我不會知道當年的事情。她嗫嚅着，想要和我說些什麼，就被突如其來的電話打斷。什麼？我現在就去。陳芳婷匆忙掛斷電話，狠狠看尹玉一眼，奪過我手上的離婚協議撕碎。她急匆匆離開，只留給我一個背影。我只是看着她離開，手機上跳出一條消息，是我明天去往國外的機票。這是我第一次順着自己的心意離開。我去了很多地方，很多我只在畫冊中看過的地方。我本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會來了，是尹玉鼓勵我要多出去看一看，借給了我出國的錢。我和他保證，等離婚官司結束後，會第一時間把錢還給他。他只是笑着回答我：“阿姨對我有恩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”國內的事情我都交給了尹玉一手處理，全權委託。他給我發來了很多段視頻。那些匯款單和運檢單被打印了下來，胡亂張貼在顧星公司裡。至於那些照片，這30年，我願意給他最後一點體面，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。出軌30年，毫無廉恥。創業基金居然是別人老公的彩禮。顧星的公司正處在融資的重要階段，一時間被醜聞纏身。資金鏈已經處於岌岌可危的地步。這段時間，陳芳婷給我打了很多電話，我一次都沒有接。到最後，我甚至覺得有些厭煩，直接把她拉進了黑名單。我應該算是窮遊，也是這麼多年生活的習慣了。海風帶着危險的氣味，初升的陽光照射到我臉上的時候，我恍若重生。看完日出後，我接到了尹玉的電話，他說這個事情被公司強行壓了下來，看來不能達成我想要的效果。我算算時間，訂好了回國的機票，安撫他說還沒到時間，這場大戲才剛剛開幕。果然，我剛回國，落地的時候，剛打開手機就收到了尹玉的消息。你怎麼知道會有人來百靈堂？你認識那個自殺的女孩？我不認識，但我知道這些年顧星手腳不乾淨，糟蹋了不少女孩。他給我發來的視頻有些晃蕩，但能夠看到那是在顧星公司門口擺起的靈堂。遺照上的女孩樣貌年輕，她父母可能還沒有我大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我搖搖頭，心裡微嘆。這件事已經發展到無法挽回的地步，善惡終有報。我回國的唯一目的就是和陳芳婷離婚。為此，我先回到了家，準備收拾好自己的東西離開。家裡空無一人，沙發上都蒙上一層灰。
我很快就收拾好了自己的東西，甚至裝不滿半個行李箱。結婚30年，我每次都只顧着給陳芳婷買禮物，卻忽視了她似乎從未給我買過禮物，就好像我對她好是理所應該，本該如此。奇怪的是，我想到這些的時候，並沒有感覺到哀傷，只覺得壓在胸口的那塊巨石寸寸崩裂，露出掩埋許久的自由。自由是能夠刻在骨子裡的東西，埋得越久，迸發的就越強烈。我本以為下一次見到陳芳婷會是在打離婚官司的時候，結果在我拖着行李箱下樓的時候，就碰到了神色憔悴的陳芳婷。秋伯，你回來了。他有些不敢相信，用視線上下描摹我的面容，連帶着每一條皺紋。霎時，陳芳婷就紅了眼圈，淚水像是斷弦的珠子。我就知道你不會不要我的，是我當年鬼迷心竅，看錯了人，都是我的錯。只不過是幾天沒見，陳芳婷就蒼老了好多好多。如果不是她主動叫住我，我很可能都認不出這是我結婚30年的妻子。我搖了搖頭，並沒有任何心軟，沉聲道：“你不是知道錯了，你只是承受不起離婚的代價。那些照片我一張都沒有放出去，已經算是我仁至義盡了。我離婚的訴求很簡單，其中之一就是讓陳芳婷把這些年給顧星匯的款全都還給我。而顧星因為公司資金鏈斷裂的事情已經焦頭爛額，根本無心關注陳芳婷。被我點破了心事，陳芳婷慌了神，拉着我不願意讓我走。你就算恨我，也得為兒子想一想，他以後可是要結婚生子的。我們離婚了，別人會怎麼看他？我有些詫異他會拿兒子當擋箭牌。嗡嗡，當着陳芳婷的面，我打電話給兒子，告訴了他來龍去脈。電話那頭並沒有沉默多久，我就聽到了兒子的回答。他說：“爸，對不起，這些年是我錯了，你為我付出的夠多了，你該去追求自己的生活，我支持你。”說完這些，他還試圖想要勸勸陳芳婷：“媽，你也不要纏着我爸了。”陳芳婷奪過我的手機，朝着兒子嘶吼道：“滾！你給我滾！我沒有你這個兒子，哪有兒子盼着父母離婚的？”他說着說着，哭得愈發淒慘，威脅我說：“你要敢走，我就死給你看。”我走得大步流星，絲毫不顧他在我身後的哀嚎。顧星的公司垮了，千里之堤，潰於蟻穴。知道事實的時候，我也被他的無恥驚訝了。原來這些年，他不只是趴在我們一家身上吸血，他的老相好不只有陳芳婷一人。只不過陳芳婷是第一個，在他心裡佔據了特殊地位。靠着吸血創業成功後，他就漸漸把目光看向了公司裡面的年輕女性。這些年，他靠着自己的權勢，糟蹋了不少年輕女孩。群情激憤下，顧星被警察帶走，數罪並罰。按判的年限來看，他估計是要老死在牢獄裡，這樣也許就是最好的結局了。尹玉將宣判的文書遞給我，神情肅穆。我吐出一口濁氣，感覺輕快了許多。說來也巧，顧星被判刑那天，也是我和陳芳婷離婚官司開庭的日子。證據充足到幾乎我都不用說什麼，官司就已經走向了注定的結局。走出法庭的時候，陽光真好，我眼眶止不住有些濕潤。尹玉去開車的時候，陳芳婷找到了我，她整個人已經瀕臨崩潰。她身形瘦削到難以置信能夠，臉頰凹陷，含淚的眼睛就顯得格外嚇人。杜秋伯，我錯了。我真的知道錯了。撲通，當着這麼多人的面，他居然直接朝我跪了下來，甚至要給我磕頭。你就原諒我吧，顧星已經準備坐牢了，我以後和他不會有半點關係了。就在我準備拉他起來的時候，
尹玉在我身後大喊：“小心！”我回頭一看，是申請了保外就醫的顧星。他猩紅着眼，手裡拿着尖刀，惡狠狠朝我撲了過來。敢暗算老子，老子帶你一起去死！電光火石間，是陳芳婷擋在我身前，替我挨了顧星一刀。那刀劃破了動脈，血根本止不住。陳芳婷渾身是血，可眼神愈發明亮。一命償一命，當年是我對不起你母親，現在是我對不起你，我還給你了。顧星被法警控制住，可還是想要朝我衝過來。杜秋柏，你當年比不過我，你以為現在就可以了嗎？我告訴你，陳芳婷願意替你擋刀，根本不是愛你，她根本還不上錢，她活不起了。你知不知道？我根本不在乎她說的話，她的人生一眼已經可以看到頭。這樣的人能夠說出什麼，我都不會意外。我冷冷瞥了眼狗急跳牆的顧星，他絲毫沒有以往意氣風發的模樣。顧星，你不覺得可笑嗎？你吃人血饅頭，享受了這麼多年好日子，現在在這裡指責別人，這些話你留着在監獄裡面自言自語吧。聽到這些話，他瘋了般想要掙脫法警的束縛，嘶吼道：“我要你死，老東西！你在這裡裝什麼？用那些下三濫的手段搞垮我的公司，我不會放過你的！”我冷笑一聲，下三濫，他都不嫌自己做過的事情惡心，反而來辱罵我。送到醫院的時候，陳芳婷已經不治身亡。臨走前，他哀求我們還沒徹底離婚，葬在一起好嗎？就當是成全我最後的願望。我沒有同意，一切從簡。我把他單獨安葬，死不避同學。幾年後，兒子帶着自己已經準備談婚論嫁的女朋友找到我，想要讓我出席他們的婚禮。我欣然同意。閒聊一會後，他和我說起了陳芳婷最近的近況。坐在我身旁的尹玉宛然一笑，主動起身說：“你們聊，我給你們倒點水。”兒子抿了抿唇，有些抱歉看着離開的尹玉。“爸，這……”我擺擺手，樂呵呵說：“沒事，你也大了，就把她當作阿姨就可以。馬上很快又是我媽的忌日了，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”我沒有想到兒子會提出這樣的要求，沉吟片刻，我答應了。回去看看也好，畢竟我很可能再也不會回來了。參加完兒子的婚禮後，我帶着尹玉一起去了墓地，看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，我有些悵然。畢竟是在一起相伴這麼多年的人，我也是真心愛過陳芳婷。恨嗎？恨！如果不是因為她，我母親也不可能會就這樣去世。可到了最後，愛恨混成了一團，我能夠做的只有放下。他說的也沒錯，一命償一命。我在墓前燒了些紙錢，沒待多久就匆匆離開，又一次上了出國的飛機。只不過這次我不是單獨一個人，而是有人陪我。飛機裡的冷氣很足，尹玉給我披上毯子，小心點，別着涼了。醫生說你要多補一補氣血。我笑着點頭，視線一直看着窗外。飛機正處在海洋上，放眼望去，開闊無比，就像是我的未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麼想說的、想吐槽的，歡迎在下方評論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給人間煙火點個訂閱，我將會分享更多優質的故事內容。